他是光之国的头号敌人，同时也是赛罗的一生宿敌。在贝利亚取走辅警出 K 的斯特鲁姆器官吞进自己体内后，他便脱离人间体亚里伊，飞向了外太空，接着融合安培拉星人和黑暗路基艾尔胶囊，升级为邪恶贝利亚。此刻，邪恶贝利亚的虚影浮现在空中，让人类顿时陷入恐慌。另一边，基地内的赛罗和小鹿从泽纳口中得知，贝利亚正利用卡雷兰分子在宇宙中吸收奥王的能量，并通过斯特鲁姆器官转换成邪恶能量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如果不进行阻止，奥王和这片宇宙都会被毁灭。来叶想起博士研究的分解酶，它可以分解卡雷兰分子，阻断贝利亚吸收奥王能量。众人经过商策，决定兵分两路，赛罗负责正面迎战贝利亚，小鹿则找机会将分解酶注入贝利亚体内。画面一转，令人躲在一处偏僻之地，拿出奥特眼镜变身赛罗，感受到宿敌出现，贝利亚从宇宙来到了地球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赛罗使用4位奥特战士的力量升级成无限形态，并将头标融合成兵符，接着和贝利亚在这片区域迅速展开了巅峰对决。与此同时，辅警出 K 竟然来到令人家中，并用他妻儿的性命要挟赛罗。令人看见这一幕，心急如焚。贝利亚抓住机会，挥动手中的终极战斗仪，狠狠打在赛罗腹部。紧要关头，来叶赶到，救下了令人的妻女。辅警出 K 意识到计划失败，便撤离了现场。此刻，没有后顾之忧的赛罗使用回旋踢踹向贝利亚。这时，分解酶抵达战场，赛罗从背后紧紧抱住贝利亚，眼看就要成功。贝利亚挣脱了束缚，转身将赛罗打成重伤，并击落了携带分解酶的飞船。贝利亚乘胜追击，对赛罗发泄着长久以来的积怨。很快，赛罗便被打回原始形态。小鹿见情况不妙，来到一处无人之地，拿出变身器变身捷德，替赛罗挡下致命一击，然后挥刀砍向贝利亚。紧接着，捷德和贝利亚上演了父子大战。尊皇捷德使用权杖打中贝利亚要害，并迅速进行补刀将其击退。接着，捷德朝天空释放技能，数道冰锥刺向贝利亚。被惹怒的贝利亚开始痛下杀手，他一招便把捷德打回原始形态。贝利亚缓缓逼近，赛罗捡起分解酶，趁机冲向前去，把分解酶注入贝利亚体内，阻断了对方继续吸收奥王的能量。可在过程中，赛罗的肩膀被贝利亚刺穿，最后身受重伤，变回人间体状态。就在这时，奥特之父从光之国赶到地球，只见他脱掉披风，开始迎战自己的老对手，并让捷德退下休息。为了防止城市遭受破坏，奥父开启奥特立场和贝利亚展开对决。这时，众人在基地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。泽纳想到赛刚光线中的时空因子和捷德光线进行碰撞，会产生出时空裂缝。如果这时将贝利亚打入缝隙，就能让他放逐在永恒空间。第二天清早，奥特立场被贝利亚破坏，奥父由于旧伤复发败下阵来，众人各自为营。泽纳进入赛刚驾驶舱，小鹿负责迎战贝利亚。只见他手持升华器，融合初代和贝利亚的力量，变身捷德奥特曼。贝利亚转身望去，一见面就让自己儿子跟随他，但心怀正义的捷德岂会答应？两人僵持不下之时，赛刚赶到现场，捷德见况立马挣脱了束缚，然后配合队友释放光线，让时空裂缝出现在城市中央。来叶找到了辅警出 K， 而失去斯特鲁姆器官的他，生命早已走到了尽头。可他在消亡的那一刻，嘴里依然念叨着贝利亚。另一边，贝利亚察觉出他们的意图后，释放十字冲击波消灭了赛刚，把泽纳从内部炸飞出去。战场上，父子两人使用相同的技能进行对拼，最终贝利亚更胜一筹，碾压捷德。邪恶贝利亚嚣张跋扈，扬言自己天下无敌，让捷德放弃抵抗。要知道，奥特曼的精神就是永不放弃，小鹿必然是不会退缩的。这次宇宙大孝子的头衔小鹿是当定了。话音刚落，强大的信念猛然爆发，奥特胶囊浮现在小鹿面前。不仅如此，这股信念让赛罗、赛文、雷欧、希卡利、高斯众多奥特战士都能感受到。突然，奥王身影出现，他伸手一挥，捷德4种形态全部登场。贝利亚看见5个孝子出现，十分震惊。只见他们把贝利亚团团围住，开始进行轮番殴打。双拳难敌4脚的贝利亚很快便被5个大孝子击退。为了尽快结束战斗，我奥同时释放必杀技能，直接把贝利亚打回原始形态。捷德趁机把他推进时空裂缝，时空内部两人对拼光线。小鹿也看到了贝利亚过去的记忆，于是抱着自己的父亲，让他放下过去的仇恨，让这一切都彻底结束。终于，雷布朗多星人脱离了贝利亚体内，父子两人相互对视，迎来了最后的告别。战斗结束后，小鹿和来叶会合，接着他拿出奥特胶囊，转身释放出奥特之王。一旁奥父走了过来，对朝仓路授予宇宙大孝子称号后，便和奥王一起离开了地球。此时帕拉吉手镯已经修复完毕，赛罗与令人一家3口进行了告别，最后打开时空隧道，回到了光之国。